們在學國際關係的人，你們都覺得那個框架非常重要。為什麼今天鄭麗文去中國要講？我今天反對台獨，我要9·2共識，而且剛剛講兩岸是兩岸人民的事情，外部不能介入，這個很清楚，就是我就是進到了中國的敘事框架，只要進到了中國的敘事框架，它就可以為所欲為。你講那個東西，我本來就沒有想到說，我們以前小時候聽過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。中國人不打中國人，搞了半天是原來當時蔣介石5次剿匪，5次剿匪把他打到延安，打到他快活不下去了，快活不下去才講，我們中國人不打中國人，中国人不打中國人。結果呢，就把張學良搞了一個西安事變，搞了西安事變了以後，搞到舉國嘩然，然後才真的開始全面对抗中國。可是当对抗中國、对抗抗日結束之後，誰開始殺中國人？開始就是共產黨殺中國人。你知道，我們今天查了一個數字非常可怕，在整個國共內戰期間，國民黨的軍隊被中國共產黨殺，還不是傷哦，光是殺就是60萬到100萬之間呢。對，你難道你相信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嗎？我是不相信的，因為從來不會相信共產黨的話。套一句黄國昌到美國訪問的時候，美國人跟他講，他們從來不相信習近平講的話。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紀念的時候，就講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。你今天你看到他給鄭麗文穿的小鞋，他給他的排場，我告訴你，他們中國共產黨本來做的事情就是故意給你穿小鞋。你知道，在去年年底，本來川普要在 APEC 跟習近平見面的時候，習近平做了什麼好事？你知道嗎？習近平到了首爾去租了一個飯店，他寧願不要在慶州見這個川普，他在首爾，然後故意要給川普穿小鞋。為什麼？美國人不知道嗎？美國人知道之後取消，不要在首爾。為什麼在首爾的新羅飯店去見川普是給川普穿小鞋嘞？對，因為如果你到我的飯店來，然後我可以安排整個行程，我可以安排那個規格，我可以安排什麼樣的會議廳，我可以安排什麼東西。為什麼今天在東大廳？為什麼他不安排福建廳？都是經過中共精心巧妙的去計算的。對，所以最後來講，他們安排在我的地盤。對。所以他知道說，在我的地盤，我要做什麼事情，你只能配合我。所以現在為什麼傳出說川習會？那中國官員說，為什麼你美國人都還不來喬事情？因為美國人不會跟你喬這個事情，因為美國人要突擊，要告訴你說，我要隨時給你將一軍。所以你剛剛講在那個新羅飯店，本來中國把一棟大樓都租了，把飯店都租了，租了以後要跟川普見面，川普說不。那是你自己租的，你搞定的，我完全不相信你。所以在另外一個飯店搞了一個會議，兩個人在那邊談完，馬上就走了。是不是美軍基地？美軍基地，对，釜山的美軍基地。然後大家都要搶主場，對，搶主場。所以川普談了完之后，做了空軍1號，馬上就走了。所以這就是所謂的川普要展現說，這是我的主場，不是你的主場，一樣的道理。所以今天習近平見了鄭麗文的時候，就是這個主場是習近平。我想到什麼，你知道嗎？我想到當兵的時候。當兵的時候，有時候會讓你做最難看的事情，幹嘛？我就是要讓你聽話，讓你乖，完全的服從。越是這樣子，你越是經過那個非常不堪的過程，你的服從性會越高。你知道我們的特戰部隊在最後有一個動作是什麼？要跳到糞坑裡面。跳到糞坑裡面，那糞坑裡面我會丟一個錢幣或丟一個什麼東西，你要在那個糞坑找出來。可是經過這個東西之後，他的忠誠度、他的服從度完全都是100%了。是因為你的尊嚴全部都下來了嘛，所以你只能聽從長官的話嘛。所以今天他要鄭麗文做這件事情，但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？其實不要忘了，剛剛我提到中國人不打中國人，習近平在什麼時候講的？就是告台灣同胞書裡面他有講過什麼？就是一個中國台灣方案，1國2制的台灣方案，現在進行式。習近平就在做這件事情，他要在台灣找一個可聽話的代理人。對，那現在鄭麗文就被他找到了，而他現在來講，你看到李春英也好，李貞秀也好，徐春英也好，李貞秀也好，這些都是中共正在安排的事情，現在 ING 進行中。還有，你講的這個有一個關鍵，就是為什麼現在他要這樣對待國民黨？因為你在徐春英跟李貞秀裡面講說，他們對國民黨是有抱怨的哦。他們都說你國民黨拿錢不辦事，國民黨跟我承諾了很多東西，所以我什麼也都沒做，所以他們後來才去寄望民眾黨。所以今天我要在國民黨內要找一個人，我不要再聽你跟我胡說八道，我不要讓你再給我刀切豆腐兩面光，我一定要讓你100%，而且你毫無退路的只能聽我的話，所以才有今天的這個場面呢。是啊，所以你抵抗共產黨，你會有什麼下場？就是我們看到國共內戰的時候的下場。你知道長春戰役啊？長春戰役共軍10萬人，國
國軍10萬人，結果呢圍城的時候，因為他們本來是計算說圍城打援嘛，你如果瀋陽上來的國軍來講的話，我就把你這個援助部隊把它切掉。但問題是說他的怎麼圍城呢？他當時的做法是什麼？直接把城圍起來之後，不讓你裡面有任何補給機會，然後呢，讓你裡面的災民、難民、飢民來講的話，來跪求我說啊，我把你趕回去，如果你不回去，我把你殺掉。這個難道一個平民百姓能把你殺掉嗎？國民黨曾經有敘述過這個過程當中，在打人的時候，不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嗎？對啊，不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啊，你第一波上去的，你結果呢，讓國民黨軍打的，但國軍打的是誰？是老弱婦孺、老人，後面上去的小孩子，再上去的就是年輕人、年輕的婦女，怎麼樣之類的，之後才是共軍上去。所以共軍常常就是用老百姓當作肉牆，然後用老百姓吃垮那個守軍。長春戰役當中的守軍，而且後來聽說人吃人。對，後來人吃人，然後在這種情況之下，他就是用這種方式把你的民心鬥倒之後呢，去全部跟中國輸城。就算你跟中國共產黨輸城的情況之下，你還是被派到第一戰場去。比如說韓戰，我們看到韓戰死了很多的國民黨部隊，為什麼？因為投降。那投降的結果的下場就是變成這樣子，不要再講西藏，也不要再講新疆了，這個都是一個血淋淋的一個故事。所以從來沒有中國人不打中國人，只有中國人會打中國人。好，所以吳總，其實我有仔細去研究這個遼瀋會戰。遼瀋會戰之後，我就後來看了以後，我就有一點毛骨悚然。毛骨悚然，剛剛講那是林彪的部隊，林彪的視野進到這個地方。林彪有個大戰略，就剛剛講圍長春，我要守錦州。攻塔山，就搶這3個地方，搶這3個地方以後，你知道林彪有一個毛病，林彪有生過病，他生病在什麼？你知道嗎？怕風、怕水、怕生、怕所有東西，所以他在所有的他的房間是一個完全密閉的空間，沒有風、沒有光、沒有水，甚至連一點點的聲音都不可以有。他這樣的一個寂靜無聲的環境裡面，他對外界都是沒有 mercy 的。外面的死傷數字對他來講就是數字哦，他每天就要從各個地方收到啊，今天長春死多少人，今天哪裡死多少人，哪裡死多少人，他是看到數字，他完全沒有那種感覺。然後呢，林彪就是在這種完全寂靜的狀況下，他只吃大豆，他就咬着那個大豆，所以他的司統官說，他每天咬那個大豆，咔咔咔，然後就看着地圖，然後呢匯報，然後就跟我講，你攻殺圍堵，用這樣子。居然就把整個長春圍城，在裡面讓他人吃人，然後就把整個國民黨廖耀湘的部隊，廖耀湘部隊是當時整個國民黨最強的裝甲部隊，就把它給殲滅掉了。今天不是過去林彪打國民黨那麼簡單的，你今天他面對了全世界第1大強國，那個是美國。如果用美中的戰略，所以今天他所有的秀，講包括車上等1個小時，都是秀給美國人看的。他不是秀給美國，他不跟他養那條狗不要不拿出來遛狗遛給人家看啊。所以中國國民黨是我的小弟，當然是給你看看啊，給老美看啊。還有更重要的事情哦，不要你注意哦，今天是5對5，對不對？5對5裡面的話，是不是有2個美國專家被排除掉了？蘇起沒有在裡面哦，還有另外一個那個叫什麼？袁健生袁健生也不見了。為什麼這2個都不見了？因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最關心這個5對5在裡面講什麼東西啊？他最重要是這個忠誠啊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他把它說到5對5啊。以前有沒有7對7過？所以他不相信蘇起，當然不相信袁健生。你會告訴老美啊？一般你在裡面，因為他不是說裡面講什麼，包括觀察習近平的健康，包括習近平的眼神、皮膚、膚色所有的細節。中央情報局會通通都想要知道，對，因為這個是近身觀察，這個叫做重要的人事情報。對，如果你搞個這個袁健生跟蘇起在裡面，那我怎麼弄？他會把你排除掉。對，所以他這裡面有很多其他的安全的考慮。這個大國的鬥爭啊，你不是一個歷史是可以參考啦，對，但是歷史只是跟今天物換星移啊，條件變更了很多。中國已經不是當年的中國了，中國已經是讓美國感到必須要嚴肅對待的一個國家。所以你剛才講的蕭旭岑啦、李乾龍啦，現在這個張榮恭是中國可以信任的人，沒有問題啊，沒有問題啊。他們跟 CIA 沒有什麼聯繫啊，他們在土包子嘛，對不對？你說這個李乾龍三重是市長，他不那個 AIT 不會去找他嘛？
台灣的 CIA 不跟他談嘛。你過去有任何美國關係，那就算你現在已經投誠到了中國，我也不會相信你。當然不會相信，他不是還有一個美國，還有這次還有一個非常亮點，一個小姐，一個小女生，30歲，對，長得很漂亮，在上海長大，在美國讀哈佛，也沒在裡面。當然不能在裡面，這個連幕僚都不准進去。你們看前面5對5，後面一排，對，國台辦的幕僚坐在後面，在後面在做記錄。那台灣幕僚呢？沒有啊，就是天天奄奄的跟等於困的啦。所以這個裡面他們的安排是很細膩的，他也知道美國人想知道什麼東西，所以他把這個通通都把它圍堵的非常好，不是那麼簡單。好，所以宇謙剛才講的，那現在出現這樣的狀況，很多人問那國民黨怎麼辦？那國民黨現在還要在黨軍購，國民黨現在這個總預算現在變成了一人一把號，各抽各的調了。馬龍哥，我認為是這樣子哦。首先第一件事情哦，剛剛特別提到說，習近平在跟這個鄭麗文見面之後，整個台灣兩岸的局勢會產生什麼變化？但是大家不禁會關注到一個點哦，你要定性定調很重要。包括請問一下哦，他最近在黃海哦，還沒有持續在炮擊軍演，還是在軍演？包括今天的共機老台，還有沒有持續在共機老台？那如果說是按照過去的這所謂的兩岸和平的論調，也就是說呢，今天有和談躺平呢，你就可以換到和平的話，這些外圍的這些干擾跟騷擾，其實不會發生的。他等於是要在表達一個概念，也就是我跟你談是我跟你談，我只是要驗證說今天我對於你國民黨具有高度的控制力跟宰制力，而且你跟隨着我的敘事，跟隨我的論調，也就是一個中國也好，反對台獨也好，包括對於中華民国的偉大復興也好，我需要你把這個口給開出來。所以鄭麗文他今天其實有加碼，今天習近平他講到一個重點，他說包括台灣地區。過去是我們中華民族在外面開疆闢土，以及我們傳承數千年的歷史，以及面對未來共同的文化。他直接跟你講，他講一個現在的中國叫做統一的多民族國家，而且還講一個東西，他說在日本的時代裡面，台灣人是用生命跟鮮血捍衛祖國統一。對，生命跟鮮血。對，他說台灣人為什麼那時候要抗日，是因為心繫中國。他把這整套論述講完之後，因為鄭麗文的話我不用提，他每一個都是附和習近平的說法，就是你說的對，組織說的對，組織說的好。但是他問題重點在哪裡？在我看來不是談，是我要把你踩在腳底下。也是你今天鄭麗文來之後，我要驗證說，我今天把你踩在腳底下。好，那之後踩完之後，當然我請問一下，我打你，我一邊跟你談。我還需要說尊重你，說禮貌一點，還說我今天共機都不來了，我今天軍艦都不來了嗎？這是第一個問題嘛？這是第二個問題。那你說立法院到底國民黨會不會因此而就是說按照習近平的意願？我跟你講，這分兩邊啦。首先，國民黨內部哦，包括你講到的像傅昆萁，或者是陳玉珍，或者是某些本來就對於中國有一定意識形態或親中路線的立法委員，我認為這當然是按兵不動，該怎麼擋就怎麼擋，該怎麼做就這麼做。但我認為真正有問題、有玄機的地方是在哪裡啊？國民黨內部，你說包括江啟臣也好，包括有一些親美派也好，會不會趁着機會伺機而動？我認為還是有這個可能性。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，歡迎你抖內相挺，用一杯咖啡、一杯好茶的心意，支持團隊制作更好的精彩內容。而你的超級留言，我都會認真看的。57台每晚9點，寶潔點兵點出全球戰略新布局。